我是个失败的穿越女，失败到被人当成器物，封存数年。先帝临死前把我放出来，与我定下契约，只要能扶持六皇子继位，我就能回家。那孩子懵懂天真，点漆似的黑瞳怯怯看着我。从此，我一双手不仅要护他，还要对抗全世界。这些年来，我像条疯狗一样，搅动潮局，翻云覆雨，手上不知沾了多少血腥。被我护着的少年平安长大，他一身光风霁月，不染纤尘，看到我只会蹙眉。阿玲，你太过了。他喜欢温柔的女子。评判刚回京中，新帝点名，要我亲去斩杀落水河中的赤林，要用他腹中玄铁为心爱女子做护心甲。我在怒涛里厮杀了3天，九死一生，终于抱回那块玄铁。归来后，却在殿门前听到他的宠妃撒娇：陛下不是说要对他动手，怎么不舍得了？我听到月岭的声音，平静一如往日。待他归来，我便将他重新封印。这一次绝不留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殿外秋雨滂沱，惊雷炸响。皇帝的近侍贾公公端着高高的派头对我训话：崔大人回来迟了，超了陛下定下的归期。按规矩，这已是违逆了圣旨。陛下只要你跪在殿外领罚，已是大大的恩典了。雷霆光芒映照我苍白的脸，我无心听他说什么，只是垂眼往下看。右手手腕上荧光倒计时数字亮起，30、0点。就在刚才，我那几十年都未曾发出一个音节的系统突然上线，检测到宿主已完成脱离任务。判定条件1：辅助六皇子月岭登上皇位，目标已达成。判定条件2：宿主对此方世界眷恋值为0，目标已达成。时空通道搭建成功，宿主可于1个月之内随时申请脱离世界。夜雨洗刷天穹，我的心跳声震耳欲聋。落水惊涛中，有无数次我都以为自己回不来了。我不明白，我与先帝分明以此方天道为证，定下契约，条件已经达成，为何我的系统却迟迟未能激活？原来是这样，原来除了辅助月岭登基，我还必须要断情绝念，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，才能达成脱离条件。先帝啊，以人心为棋，果然是好算计。他早知道我的软肋事情，他早知道我与月岭相伴10几载，不可能对他毫无留恋。只要我心中还有一丝怀念，我便会被永远困在这牢笼里，永无脱困之日。只是啊，天算不如人算，月岭亲手将我与这世界的羁绊一刀斩断。到底天道还是有眼的。崔大人还愣着做什么？下去跪着吧。姓贾的太监拢着拂尘，挡在殿门前，唯恐我强闯进去。殿内传来女子的笑声，我的内心已没有丝毫波澜。我抱着玄铁往外走，雨水冲掉我身上的血腥，满身经年旧伤仿佛也在这冷雨中尽数愈合。崔玲，你去哪里？贾太监不悦地拦下我。陛下是让你罚跪，你擅自离开，是想违抗圣旨。我应他，你便当作我今日没来吧。咱家长了眼睛，你是想让咱家欺君不成？我歪了歪头，也对，他长了眼睛的。一道雪亮锋刃闪过，贾太监脸上绽出血光。好了，你现在没眼睛了，这样就算不上欺君了。青石砖上水雾蒙蒙，深秋的雨意很凉，却烧得我心里一片滚烫。中秋宫宴上，月岭玩笑般的让人去斩杀落水的赤林，为柔妃做护心甲时，身边的人都劝他：陛下，赤林是恶蛟，据说有数百年寿命，常人是斩杀不了的。月岭大笑：常人自然不行，但崔玲可以啊，他甚至都不算人。此言一出，满宫尽寂，无数双窥探的眼睛落在我身上。我非此界之人，这也并不是什么秘密。月岭噙着笑问我：崔玲，你说是不是？不待我回应，他落下口谕，要我即刻去落水斩杀赤林，如有违逆，杀无赦。他根本不介意，前2个月我为了剿灭厉王逆党一直在外奔波，
当天午时才入京，满身旧伤，没顾得上包扎，就匆匆进宫，只想跟他吃一顿团圆宴。那一天的月亮很圆，宫宴上的桂花酒闻起来真香甜啊，可惜了，我竟是一口都没吃上。1个月的时间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我先去了镇狱最底层的那间秘密牢房里。死了吗？我踹了一脚挂在铁链上的男人，他睁开眼睛，很好，还没死。我让人把他身上的镣铐解下来。裴少将军，你自由了。裴敏一身嶙峋瘦骨，离了刑架根本无法站立。他跌倒在我脚下，却冷硬地昂着头。疯狗，你又想如何？我很喜欢他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过来看他。他的眼睛像荒原上的火，灼热得看一眼就会被烫伤。那种强烈而疯狂的仇恨会让阴湿如鬼的我觉得嫉妒。原来生命也可如此鲜活。我把玄铁丢在他脚下。很抱歉啊，裴小将军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你关了2年，这个给你做补偿吧。他眼睛亮着火光，重重喘息着，啐了一口血沫在我脚上。我从怀里掏出另外一个东西，丢到他面前。你们家的虎符也还你了，这些如果还不够，也没办法了，你只能吃点亏了。去报仇吧，除了我，你想杀谁都可以。看到虎符之后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冷笑起来。怎么，崔玲，你这条恶狗终于被主人抛弃了？话很难听，我不喜欢。就算他是被我霍霍的受害人，我也要计较。我用脚尖踩上他的脸，回去好好洗干净。过几天要是有时间，我就去睡你。我身上的伤口很疼，来不及回府邸，在镇狱里随便挑了一间房，蜷缩着睡了过去。一梦又回旧时光，梦里的月凛12、13岁，清瘦倔强，他追着我的马跑。林姐姐，你别去，我不做那劳什子皇帝了，我们去清川郡吧，找一个有溪水有桃林的地方，我们隐姓埋名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梦里的少年脸上带着泪光，我硬起心肠，把拽住我衣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。没出息，你以后可是要做到那万人之上的高位。白马越过稻田，少年的声音穿透这片浅浅淡淡的清光。那你答应我要好好回来，一定要好好回来。雨水冲掉殿前的血腥，就好像从来无人来过。工人回禀，崔玲去了镇狱，自囚于狱中。夜风吹来，满殿灯烛摇曳，月领抬手护住最近的一盏烛光，不让风雨摧折他。很小的时候，父皇跟他说，皇家有一把很厉害的兵器，不是什么天外玄兵，而是一个外界来的女子。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他甚至忘记了恐惧。她长得真好看啊，静静躺在密室里，像是睡着了。但那人虽然长得像人类，却非我族类。这世间异界之客极少，但无一例外，全是搅弄风云、覆灭朝堂的极恶之手。所有国家的皇室都视这些人为心腹大患。父皇是天纵之才，不仅利用了那女子平定江山，最后还全身而退，将她封印起来。但是到后来，父皇临死前却将她托付给他。你尚小，坐不稳皇位，唯有依仗他。在那密不透风的昏暗帷帐里，父皇逼他发誓，他要他恨他，轻视他，憎恶他，绝不信任他。他却又要他爱他，要以情困住他，要以真心待他。他初时惶恐，不知该怎么做，但是他对他很好，好到很长时间内，他渐渐忘记了他的身份，真的把他当作姐姐来依靠。好到他终于在他的支撑下登上了皇位。他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他明白了父皇当年的苦心，他这么厉害，让他生出警惕。父皇临死前的话，在无数个暗夜里如复苏的鬼影，庸庸私语。月岭垂下眼，将面前的烛焰掐灭在掌心，眸色温润清透。既然这么喜欢镇狱，就让他好好待在里面。无谕令，不得擅出。我是被吵醒的。一位锦衣少年立在牢中，百无聊赖地用镶嵌宝石的匕首刮蹭着墙砖，发出刺耳的噪音。醒了，他对我龇牙一笑。
崔玲，你好大的胆！这少年跟蓝之义长得很像，如芝兰耀目，珠玉灼灼。演天宫的人说，你交上去的玄铁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铁锤，你竟敢欺君！我恍惚记起来，昨夜从裴敏牢房出来，我的确随手在刑架上拿了个什么铁家伙，让人递上去交差的。是铁锤吗？不重要了，赤林都死了，他肚子里有什么我说了算。不信去问赤林啊，他就在落水里跳下去，在淤泥汤里仔细翻找，应该还有几块尸骨的。岳林宠着蓝之义，他的龙凤胎弟弟蓝时旭也因此在宫里炙手可热。蓝家是岳林的好皇叔，上一任立帝的心腹武将。之前为了收服蓝家，我下过不少黑手，也没少搓磨蓝家这对姐弟。而今他们得势，全天都的人都知道。蓝小侯爷恨不得把我扒皮抽筋。蓝时旭恨恨地瞪着我，你可真狂妄啊！陛下有令，褫夺崔玲、韩押卫指挥使之职，责令羁押镇狱中，面壁思过。看到我终于变了脸色，他满意地笑起来。连陛下的御前太监都敢伤，你真以为陛下不会动你？我问他，这是岳凛的意思？不然呢？10年前被立帝追杀到南唐时，先帝留给岳凛的隐卫已经所剩无几。我耗时良久，在民间挑选孤儿，重新组建隐卫。取名字时，岳凛拉着我的手跃跃欲试。阿姐，让我来吧。环顾四周，荒野枯藤，寒鸦绕林，就叫寒鸦吧。寒鸦为林之语，我要他们护佑林姐姐扶摇而起，一去万里云。而今的地却巍峨，寒鸦无处可栖。岳凛要折了我的灵羽，断了我的双翼。崔玲，一条没有爪牙的狗，仇敌遍布朝野。你觉得你还能活几天？蓝时旭说我仇敌遍朝野，其实并不对。准确说起来，在我心里，我只有一个，现在是1个半的仇人了。一是先帝利用之后，反将我囚禁封印30年；半是岳凛。莫谈什么真心，真心最是虚假。只说契约，他不告诉我归家的真相，违背契约，已经足够当这半个仇人了。我看看手腕上的时间，睡去了7个小时。崔玲，醒醒，该去掘坟了。我从镇狱离开，一路张扬，无人敢拦。毕竟镇狱是我亲手创建的，是恐吓朝堂政敌的最强暴力机关。进来的人痛快的死是最大的福报。岳凛尚未登基那会儿，关的人最多，新抓来的犯人都得先拴着绳，蹲在牢房外头排队。砍的人多了，连空气都是猩红的。现在已是宽松不少了。崔大人，陛下旨意，你不得踏出镇狱一步。我倒是错了。新调进来的守卫一脸严肃地将我拦了下来。我对他笑了笑，3、4只手从背后伸出来，捂着他的嘴，将他拖去门后。这镇狱里大半的人都是我提拔的，我既然未死，现在就还没到人走茶凉的时候。我亲自去了趟鬼市，想掘岳轩的坟，不是1天2天了。那皇陵地图躺在我手心里，都已经泛了黄。我早就决定用它尸骨扬天，来庆祝我重归家园。但岳轩的皇陵建了几十年，机关重重，掘坟这个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。2天后，通过各路人脉，我终于在鬼市寻到靠谱的能人异将，顺便让人给裴敏送了个信，他要重振他的裴家军，肯定很缺钱。巧了，我知道哪里有钱啊，但我缺人，这不是天作之合。从鬼市的秘密入口会仙楼出来的时候，外面秋阳正好，金色阳光像是淅淅沥沥的蜜糖洒满长街，街上静得有些吓人。崔大人，连陛下的圣旨都不遵从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我听到熟悉的阴阳怪气的声音。几步外，蓝时旭站在树下，不说话的时候，这少年赏心悦目，颇像个人。重犯崔玲，私逃镇狱，我奉陛下旨意前来缉拿。他手里拖拽着一个巨大的铁笼子，一路咣咣当当走来。崔玲，进笼子吧，陛下有令，逆贼若再敢为止，当街格杀勿论。
看热闹的人群里传来小声疑问：这怎么看起来像旁边杂耍娃子里装狗的那个铁笼？蓝时旭大笑：就是装狗的铁笼，而今拿来装崔大人，不是正合适吗？中秋宫宴，陛下金口玉言，崔玲啊，连人都算不上，牲口就该装在笼子里。风吹动天上的流云，我只觉得他们都很喧嚣。异界之人，罗刹鬼，画皮妖，这些年林林总总的诋毁，我听了不少。小时候的岳林总是很生气：阿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这些无知的蠢民知道什么？等我做了皇帝，一定把他们的舌头都割掉。可后来他做了皇帝，坐在那高堂之上，他的阿姐手握寒鸦卫，网罗罪名，陷害朝臣，朕狱里暗无天日，血流成河。那穿越女的恶名，较之前更如瘟疫洪水般肆虐开来，人人畏惧，闹得很了。朝臣吵到他面前，他却只轻轻笑着摇头。崔玲是异界女，心思难测，与我们到底是不同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跟岳林已不再是同路人了？从我和他的我们，变成了他和他们的我们。我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杀不完的人，擦不干的血，永不能安睡的夜。就像那日中秋宫宴上，我还是厚着脸皮留到最后，借着旧日情谊对他说：伤口疼，能不能不去落水？他似笑非笑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讨价还价了？不想完成任务了？你可是跟我签了契约的。白纸黑字，公平买卖。装狗的笼子果然很好用。蓝时旭待在笼子里咆哮的样子，很是赏心悦目。他被剥去外衣内长，露出净瘦的腰肢。这么有趣的画面不能我一个人看，所以我让人把笼子拖在马车后面。游行朱雀街，街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马车渐渐走不动了。蓝时旭怒瞪着我，脸上都是血。这就对了，天都城里何曾见过金尊玉贵的蓝家小侯爷被人如此羞辱过？高高在上的玉兰，一朝跌落枝头，被人摧折。这般盛景可是不会再来的。崔玲，我要亲手剥了你的皮，一刀一刀割下你的肉。他眼角通红，恨意滔天。嘘，我把食指竖在唇边。小侯爷，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呀，得排队。蓝家派人来拦车，这就没意思了。大家都还没看够呢，怎么能搅了百姓的乐趣？我挥挥手，让人把他们挡回去。从宣德楼走到秀水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车队又被拦下了。我的车夫嚣张到极点：这是崔大人的车驾，谁人敢拦？一只骨节修长的手撩开车帘，我也没资格。我看到那青年沉静乌黑的眼，哦豁，他自然是可以的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，何止一个铁笼子呢？阿旭，他身边青衣玉钗的少女脸色苍白。崔玲，我弟弟到底犯了什么罪，让你如此糟践他？他哭着扑向铁笼里的蓝时旭，两张相似的脸，一张挂着血，一张挂着泪。崔玲，你太过了。岳凛对我沉下脸，怎么会过呢？我浅笑着看他，蓝小猴也穿着裤衩子呢，我可没让天都的百姓长针眼啊。岳凛当着天都百姓的面承诺，会给蓝家一个交代。我被禁卫缉拿进宫，等待宣判。大家都说，这下崔玲要完蛋了。自落水归来之后，我就得了失心疯，癫狂无度，连蓝大将军的弟弟都敢撕咬。蓝麝川手握重兵，是岳凛登基为帝的最大功臣，而我崔玲不过是皇帝座下的一条狗，现在竟还敢有眼无珠，以卵击石。入夜之后，宫阙间穿梭的风冰冷浩荡，我从禁闭的冷宫溜出来，坐在宫墙上，一边喝着烈酒，一边听着御书房里传来争吵。吵什么呢？无非是吵闹我这些年犯下什么令人发指的罪行，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刑罚。我很早就知道，岳凛登基之后，像我这样满手罪恶的爪牙，肯定要被祭天，平息民怨的。这本是我存在的价值。可当我听到自己被放在案牍上，按着罪行称斤量重时，还是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。
夜风不知从哪里带来丝丝缕缕的桂花甜香。我从宫墙上跳下来，这群废物，等他们吵嚷出结果，不知要用多久，还是得我自己出手。毕竟关于崔玲做过何种恶事，再没人比我这个当事人更清楚了。2日后，岳领召我去御书房，隔着一道帷帐，朝堂上各位肱骨大臣拿着搜罗来的证据给我议罪。韩押卫指挥使崔玲倒行逆施，罪恶滔天，当被判处凌迟之刑。这些年被我枉之罪名，栽赃陷害的朝臣不计其数，这些便罢了。最要紧的是，我炮制了前朝裴家谋逆叛国的诬陷大案。裴家世代军武，家中男丁辈辈镇守边疆，在朝野间极有威望。时到诏令之下，裴家全族死了9成，裴家军分崩离析。元帝为保了蓝麝川的蓝家军，便只为裴家，我也该被千刀万剐。蓝麝川并未亲来，可这些指控背后少不了他的操纵。大臣们跪在地上请愿，要岳领这一次绝不可手软，一定要斩杀奸佞，还朝堂一个清明。岳领把他们一一搀扶起来，待到所有人都离开，他拉开帷帐，叹了口气：“瞧瞧，你让朕这么为难。”他穿着云纹龙袍，一身温润富贵气，个头比我还高，已经长成个大人了。我静静看着他，这场戏唱了这么久，我也是时候退场了。他把方才听朝臣禀事时悄悄剥的松子放在我手心：“你要退去哪里？”我喜欢吃松子，却不乐意剥。小时候的岳领总是自告奋勇为我效劳。南堂那棵野松树上的松子，你尝尝。他笑着来牵我的手，被我扶开。岳领摇摇头，却也并不生气：“你现在脾气也太大了。那贾大用不过是拦了拦你，你就取了他一双眼睛；蓝时旭不过与你口角几句，你就扒光他的衣服游街。你这般锋芒毕露，让我如何护着你？”我应他：“我总是要回家的。”他冷笑一声：“崔玲，你走不了的。朝堂上弹劾你的折子堆满御书房，这次我也保不住你了。”我问他：“陛下想如何？”他看着我：“我明日就会颁下立后诏书，立兰之意为后，安抚兰家。那恭喜陛下了呀，终于得偿所愿。”主宴晃了晃，他却沉下脸：“你该知道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南唐的红莲铺满天边那一年，已是少年人的岳领握住我的手，待我登基，我便立阿玲为后。蜻蜓立在红莲上，水面荡起涟漪，便如我被拨乱的心弦。这话不可再说了。等你做了皇帝，我是要回家的，你哪里都不许去。”烛焰晃动着，回忆中少年的脸与眼前的人逐渐重叠。他有些粗暴地把我抱在怀里，一族也罢，佞臣也罢，我都认了。我终究是舍不得。你哪里都不许去，也不许死。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所以，这就是他要重新封印我的理由吗？韩押卫指挥使崔玲罪恶滔天。3日后，于州府衙前被判处凌迟之刑。消息一出，满城欢庆，大家都在说天理昭昭，终得报应。裴家满门忠烈，沉冤得雪，裴小将军可以瞑目了。这个是吧？我其实有点冤，我也不过是推波助澜。撩拨一个疑心病正重的皇帝，可比自己下手有效率多了。不过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些许恶名我已经毫不在意了。州府前的处刑引发围观时，我已经顺着密道出了宫。幽篁山的地陵里，我没想到裴敏会亲自来。你没死？他盯着我看。你不也没死吗？人生天地之间，有时候连生和死都能拿来做算计的。岳领说他不允许我离开他，死也不行，所以他找了个替身替我去死。也许我应该感动，毕竟他对我还有几分顾念。好用的兵器当然不能就这么随便被折断了。我坐在岳轩的棺材上看他，这是10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。做皇帝就是好啊，都老成一条狗了，还有定颜珠保着尸身不腐烂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儿子我已经送上皇位了，虽然有点晚了，但剩下的账我们还是算一算吧。”
你当初哄我签下契约时，一定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可惜了，这么有趣的结局，你这条老狗也看不到了。我亲手把它从棺椁里拖了出来。裴敏默不作声地跟在我身后，看着我兴致勃勃地将那尸身拖下山，扔给乱葬岗的野狗抢食。月轩啊月轩，瞧瞧，连狗都不乐意吃你，你可真是坏透了。半山飘起细雨，裴敏安静地像一节枯寂的树枝，悄无声息。我侧头看他，怎么，裴小将军想对我动手？善意提醒，如果我是你，不会这么莽撞的。他漆黑眼瞳像是吞噬了所有的光，哑声问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救他？为什么给他虎符？还是为什么带他挖地灵？为什么将我这些年在朝堂里，在蓝家军里积攒的所有暗线人脉，全部交付给他？我本想告诉他，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点正义的，但像我这样满身污泥的人，也配谈正义吗？所以我只能装作不在意地告诉他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啊？我对他晃了晃手，转身朝山下走。林野间漫起雾气，裴敏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掩天宫的老道已经进了宫，你回去了，未必就能出得来了。我有些讶异他会给我提醒，对他笑了笑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他不明白，我有旧债未了，是一定要回的。我在等待一个结局，我在等一个白纸黑字，清清白白。细雨侵染宫灯，掩天宫的国师盘膝坐在蒲团上，一如多年前初见时那般，鹤发童颜，岁月未在他脸上留下丝毫痕迹。虎嗣当归于匣，按当年的计划，陛下应该将其立刻封印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岳林把玩着手腕上的珠串，可是朕改变主意了。老道抬眼看过来，眸光亮如双电。陛下这是何意？岳林笑起来，就是这意思，我改主意了。我已经杀了崔玲，那朕的阿姐应该能永远留在身边了吧？老刀静静看着他，陛下当知他是异界之人，就不怕疑惑无穷吗？岳林笑道，所以朕召来了国师啊，国师定有办法，让朕再无后顾之忧吧。深宫之外，雨声淅淅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老道合上眼睛。旧雕本是猛禽，若陛下执意如此，唯有一法，节气小雪，却并未落雪。这几天国师并未与我见面，夜色已深，岳里一定带我出宫去。虽然一身风雨寒气，却是很高兴的样子。秀水桥下，蔡婆婆的馄饨摊子还支着，灶堂里火光旺旺的，将这冷夜也熏得暖和起来。岳林拉着我坐下，2碗馄饨，还是老样子。蔡婆婆从冒着热气的锅灶前抬起头，眯起眼睛看了看，笑道，是你们2个啊？你们和好了？岳林也笑，我们一直都很好。蔡婆婆的馄饨是我在天都最爱的小食，也许是因为被解开封印后，我吃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碗馄饨，也许是因为这青鱼肉、细盐荽混着野山葱油，着实鲜香。每次我很高兴或者很不高兴的时候，都习惯过来吃一碗。上次来吃时是很高兴的时候，逃到雾山的厉王终于被我派去的寒鸦卫绞杀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睡不好觉了。我兴冲冲的刚进城就给岳岭送信，要他来吃馄饨。那时候大局已定，他在京中与朝臣交际，已经不像之前那般闲暇。我在摊子上等了好久，他终于来了，身边还跟着一个青衣少女，神态柔切，面似芙蓉。这是我姐姐崔玲。他笑着跟那个女孩子介绍，看吧，她就是普通人的样子，一点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。少女始终依偎在他身边，一双桃花眼怯怯看着我，琉璃似的柔弱美丽。那一顿饭，我与岳林并未说上2句话，他忙着给姑娘端茶递水，护卫馄饨。大半时间，2人凑在一起，亲昵地说些悄悄话。临别时，他说，这是我倾慕的姑娘，想要带给姐姐看一看。我记得我是笑了的。很好，我也很喜欢。岳岭登基后，册封兰之意为柔妃，
这是他唯一的妃子，宠冠后宫，封赏不断。我以为还是有爱意的，但是就在这个雨夜，他神色平静地告诉我，只是朝堂的平衡之术。蓝之意是蓝麝川最疼爱的妹妹，有她在我身边，蓝家总得顾忌几分。当年那个在南堂哭着追人的小孩子，已经长大了。雨声淅沥，他握住我的手，郑重说道：“阿玲，明日国师会见你，你莫怕，我都跟他说好了，你所求的事情一定会如愿的。”我也跟着点头，笑容充满期待。好啊，好啊。第二日，天色阴阴沉沉，却并未落雪。国师在神药宫等我。几十年前，他帮月轩封印了我，而后又引动天道，与我定下归家契约。旁人是我这身负系统的穿越女如洪水猛兽，他却对我毫不在意，自是秉持天道法则，定能将我这扰乱世界的一刻镇压下去。国师端坐在高位上，俯瞰我的眼神一如几十年前一样冷漠。重重殿门关闭，把所有的光明都摒弃在门外。只是这一次注定要让他失望了。月岭过来神药宫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穿着单衣，一个人坐在石阶上看星星。阿玲，月岭踉踉跄跄地朝我奔过来，审视着我的脸。你还好吧？疼不疼？他心疼地把我揽到怀里。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以后我们会好好在一起，就算你没有子嗣，我也会好好待你的。他眼角有泪光闪烁，我将他推开。国师有话对你说。我站起身，带着他回到殿内。月岭惊疑不定地看着我。你还能走路？我回头对他笑。你见了国师就知道了。国师躺在血泊之中，闭着眼睛，看起来像是睡着了，脸上却露出痛苦之色，血从他的五窍里流出来。我用帕子擦了擦，他的脸却看上去更可怕了。月岭大吃一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叹了口气，都怪国师不中用。国师对月岭说，就雕本是猛禽，若执意豢养，唯有一法，折其羽，断其翼，秒其目，并其身，或可豢养。月岭不舍得我离开，这些年我们感情深厚，不分彼此，但我毕竟是一劫之客，祸患无穷，唯有折断双腿，双目失明，身中剧毒，弱不禁风，这样就能毫无威胁地永远留在他身边，做需要他庇护一辈子的小阿玲了。只可惜国师拿的药不太好用，我指给他看，堵眼睛的药流血过多，断腿的竟是要划断腿筋，损伤身体的还行吧，就是太凉寒了，服多了寿命也会大大减少。不过国师他老人家道行深厚，想必还是能撑几年的。月岭变了脸色。你杀了国师？不要胡说，他可没死，只是被我封印了，触听五感全在，却一直沉睡，不会醒来。月岭盯着我问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这不是他要对我做的事情吗？我奇怪地看着他，他要对我做的，我自然也能对他做。目光落在他身上，我笑了笑。陛下放心，我已有了经验，等会儿用到你身上时，必不会如此痛苦了。他转身朝外跑，但殿门早已被关上。我擎着蜡烛，慢慢朝他走过去。陛下，你大概忘了，我可是朝中被称为恶犬的人物。你往日总说我太过毒辣，没想到有一日，我这些手段会用在你身上吧？他脸色变得苍白。不可能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契约，你必须要辅佐我，你要听我的号令。我大笑起来，狗屁的契约，早就完成了。他神情一震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，脱离此方世界的条件，你绝不会达成的，是吗？我扬起手，给他看我的右手手腕，看到了吗？这里有一行倒计时，写着3:46分53秒，时空通道已经打开了，我要走，随时都能走的。他愣了下，苍白着脸，不可能，你在骗我。先帝说过，只要你对我有情，你就绝不会。对啊，我怎么会对他毫无情意？我竟然能对他毫无情意。
从洛水回来，我听到你说要重新封印我，契约任务便已经完成了。我对你没有任何留恋了。他如遭雷击般，整个人僵在当场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并没有，我根本不舍得你走。阿玲，你不能抛下我。我摇摇头。不是我要抛下你啊，是你硬要推开我的。先帝说要用情困住我。中秋宫宴那盏没喝完的酒，洛水里刺骨的冰，镇狱的青砖，宫巷的冷雨，这样的搓磨太多太多，多到月岭给我的情谊到底被磨干了，他却还活在过去的影子里，以为无论如何我都会待他如初。月岭眼中渗出血泪，折其羽，断其翼，秒其目，并其身，以其道还治其身。有国师做经验，第二次实施到月岭身上，果然就快了很多。此间尘缘已了，我召唤系统，开启时空通道，耀眼的白光在殿内流淌。你父皇的坟我已经掘了，你的皇位能坐几天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就如你所说，我们之间不过是一纸契约，白纸黑字，清清白白，一切到此为止了。月林眼睛看不见，摸索着，跌跌撞撞朝我爬过来，声嘶力竭：别走，别走！崔玲，你怎能负我？我为了你违背父皇遗嘱，我为你违逆满殿朝臣，对抗滔滔民意，设计假死将你保下。一族也罢，因为是你，连你的一族出身我都能容忍。环顾天下，谁还能做到我这样在意你？可你居然背弃我！他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你是怪我之前与你疏远吗？我也不想，但我是皇帝，是朝堂的平衡之术。你是异族，我不能让他们觉得作为君主的我也是异类。这些你都不能体谅吗？我再也不骂你了。阿玲，林姐姐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也不封印你了，我也不折断你的翅膀，我只要你好好陪我，好好陪我。传送阵带来的风将殿内的法幡吹得纷纷扬扬。我朝身后最后看了一眼，踏进那银白的光幕之中。系统给了我一大笔奖励积分，虽然花了几十年时间，但我完成月轩遗愿，将月凛送上皇位。系统最后判定我同时完成了2个任务，再也不必去做牛马了。几个月后，我在冷饮店聊185店员小哥哥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久违的系统音，是裴敏通过那边小世界的天道给我传递消息。我走后没多久，月凛被蓝麝川拘禁，被迫禅位。为了复仇，蓝时序甚至还牵着他游街，但是蓝家也没笑到最后。裴家的小将军裴敏杀了回来，一夜之间，蓝家军大半改姓为裴。裴敏杀了蓝麝川、蓝时序，流放了其他蓝家族人，又把月凛发配去守皇陵。他登基为帝，昭告天地时，以天道为他传信：客人，您的牛油果椰叶。我回过神，初夏的青叶在阳光下闪耀，广场上有白鸽振羽高飞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